勒紧裤腰带也要发展核武器，朝鲜到底是怎么想的？提起朝鲜，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事实上，只要透视朝鲜的地缘战略，便会知道，朝鲜之所以饿着肚子都要发展核武器，是因为要做生意。朝鲜并不是一个天生带核的国家，它的核武器是从苏联那里骗来的。上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停火后，朝鲜国内百废待兴。然而，不知道是否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竟然公开表示，朝鲜国家虽小，但别国拥有的东西都应该拥有，包括原子弹。随即大肆采购核原料，向苏联派遣求学人员，并不断对外释放正在研制核武器的信号，直接引起了美国的警觉。于是，在1958年，美国先下手为强，开始把能够搭载核弹头的城市约翰导弹等一系列战术核武器不断部署到韩国。截至1967年，韩国境内的美军核弹头数量一度高达950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联只得仓促迎战，在1959年与朝鲜签订核能合作协定。自此，半岛核问题的潘多拉魔盒彻底被打开了。朝鲜该不该拥有核武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前沿地带，朝鲜半岛自从近代以来一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样的一个地方，说直白点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任何一方在朝鲜动武，都不可能局限于区域性战争。所以，让朝鲜拥有核武器，不仅不会让半岛变得安全，反而还会使得半岛局势更加危险。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苏联一直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尽管跟朝鲜签订了合作协议，但苏联却只希望朝鲜发展民用核工业，也就是和平利用核能。这使得从20世纪50年代，朝鲜开始发展核工业，到80年代中期建成第一座重水反应堆，朝鲜用了整整30年时间，进度非常缓慢。特别是进入1980年以后，苏联就不断地敦促朝鲜签署核不扩散条约，以此作为继续帮助朝鲜建设核工业的前提条件，并最终迫使朝鲜在1985年12月低头。站在苏联的角度上，虽然让朝鲜发展核力量确实很危险，但自己完全可以对其进行钳制，这是苏联出于自身实力的一种自信。通过现实情况来看，苏联在最开始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然而，苏联怎么也不会想到，在80年代中后期，自己的实力会迅速走向衰落。1991年更是直接宣布解体。正是这种意料之外的情况，使得朝鲜核力量逐渐失控。1987年6月，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公然拒绝签署核保障监督条款。根据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相关规定，其签署国必须在18个月之内接受核保障监督条款，否则签署无效。因此，朝鲜的这一行为无异于直接打了苏联的脸，可彼时的苏联却已然无暇东顾。关于朝鲜到底有没有在弄核武器这件事情，实际上除了苏联，美国也一直颇为关注。但一方面是认为苏联不会坐视朝鲜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则是对朝鲜单独实力的轻视，美国并没有对朝鲜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在 CIA 的一份文件中，美国情报人员更是直接写道，虽然朝鲜已经建成重水反应堆等核设施，但并不表明朝鲜已经建造了开发核武器的设施，以及生产了可用于制造核弹头的易裂变材料。于是就这样，在各种机缘巧合之下，朝鲜最终还是有了梦寐以求的核。那么问题来了，朝鲜这么费尽心思的想要核武器，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这里主要有3方面原因。首先，朝鲜的国家安全问题不必过多赘述，就像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说的那样，没有糖果可以活下去，没有子弹就不能生存。被夹在大国的缝隙中间，朝鲜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危机感。其次，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为了得到重视。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国内政治极易受到域外大国所左右。客观来讲，金日成能够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就是大国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为了摆脱这种被制约的情况，朝鲜自然会认为自己必须要有与大国进行博弈的筹码。而既然正面对抗行不通，那么就只有发展核武器这种同归于尽的一条路可选。最后，朝鲜决心发展核武器，是因为这背后确实有利可图。半岛有没有核这件事，完全可以被朝鲜拿来做生意。朝鲜是怎么意识到核武器能够拿来做生意的呢？其实，这是朝鲜基于地缘局势得来的答案。首先，朝鲜认定了美国不敢再一次在半岛掀起战争，毕竟上一次的朝鲜战争一直让美国对东方神秘力量心有余悸，更何况这股力量依然跟朝鲜关系密切，一旦半岛陷入战火，美国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再输一次。其次，美国想要把半岛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制约亚太各国的一个筹码，这一点实际上与美国拉拢土耳其、拉拢印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则是美国确实不希望半岛出现核武器，所以基于这些地缘局势影响，朝鲜可以拿核武器跟美国进行谈判，并且咬定美国不会因为核武器跟自己彻底翻脸。1991年，朝鲜通过联合国渠道开始与美国进行秘密接触。1992年1月，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荣纯率领代表团访问纽约，在与美国副国务卿坎特交流的过程中，朝鲜首次表达了要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愿望，并且首次提到了要与传统盟国拉开距离。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率先做出让步。1991年9月27号，美国总统布什单方面宣布裁军的决定，并在同年12月将部署在韩国的战术核武器全部撤走。1992年1月20号，朝韩双方签署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同宣言。自此，半岛核问题在表面上得到了解决，但也仅仅只是在表面上。1992年5月，在美朝双方高层进行谈判之后，朝鲜终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核设施展开实地调查。然而，这不查不要紧啊，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通过资料显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对朝鲜宁边核设施进行调查后发现，朝鲜向 IAEA 申报的提炼布的数量明显少于宁边实际再加工处理的布数量，而布恰恰是制造核武器的关键材料。不过，这还不是全部。令人更加没有想到的是，面对美国提出的质疑，朝鲜直接选择不装了，在1993年3月宣布要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美国大为震惊啊！迫于大局着想，只得同朝鲜展开谈判。但此时的美国显然已经丢失掉了半岛核问题的主导权。1994年3月，在经过89天的谈判之后，朝鲜终于放弃了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的决定。作为补偿，美国同意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无偿为朝鲜建造2座1000兆瓦用于发电的清水反应堆，并且解除对朝鲜的部分制裁，解冻朝鲜在美国的相关资产。除此之外，从1995年到2006年，朝鲜第一次进行核武器试验之间，美国还无偿给朝鲜提供了大约109.2万吨的粮食援助，这极大缓解了朝鲜的粮食危机。不得不说啊，单单就这件事的处理方案来看，美国对朝鲜确实做出了重大让步。当然，美国这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发善心啊，而是朝鲜地缘位置实在太重要，双方只是互相利用罢了。朝鲜得到了好处，美国花钱消灾，两国都认为自己占尽了好处。直到2005年2月，朝鲜政府突然发表声明，宣布自己已经制造了核武器。从2002年10月平壤谈判失败，到2003年1月，朝鲜再次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再到2005年2月宣布拥有核武器。如此短的时间就能取得突破，足以证明朝鲜从来都没有放弃制造核武器的计划。说直白点，或许朝鲜打一开始就想好了要在核门槛之前玩战略模糊，采取以美国为中心的无核化外交，与秘密研发核武器双轨道并进的路线。因此，美国算是花钱买了个教训。